Hello，大家好，今天是1月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如期展开回调，正如阿哲在近期视频反复提示的风险信号，你卖出了吗？2026年到来了，阿哲祝频道订阅观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投资之路长虹。新的一年，阿哲将教学更多技术分析的方法，带着大家继续学习和前进。当然，今天阿哲的视频也会告诉你，1月份你要在美股市场注意短线和中线的哪些风险和机会信号。英伟达、特斯拉维持回调，曾经抱怨踏飞的朋友，那目前的价格你敢买入吗？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74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的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看到指数的市场环境，阿哲会讲到有关标普月线的光头阴线，我们之前提过的知识点，而后对上期视频我们所讲过的缺口再做一个详细的跟踪。那么目前通过缺口方面可以得出哪些信息？最后呢，我们会讲到15分钟目前指数的下跌趋势。市场在15分钟已经形成明确的下跌，那么何时才会出现反转止跌？这是我们会讲到的3个部分内容。而在后续我们了解了指数环境后，会看到第2和第3部分，分别是会讲到个股特斯拉、Meta、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APP、Circle、SMCI、OKLO、PLTR、Coin、Coinway、美光、亚马逊以及 RKLB 等以上个股解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如果您是首次观看阿哲视频的同学，那么今天是我们今年的第1个视频，很感谢您的首次到来和观看。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你会看到我们目录当中有很多的内容，所以一般阿哲视频的时长会偏长。当然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部分的个股解析您都感兴趣，所以也做出了一个时间轴，把段落都分清楚了，您点击对应段落可以快速跳转到最想要观看内容。不过阿哲唯一的提议就是第1部分呢，大家可以不要跳过，因为第1部分内容才是最为关键的，也是阿哲所有知识点会放在第1部分去讲。而关于后续个股方面，很多时候可能只是讲了一些简单的分析，如果您想要学习真正的一些内容，那么第1部分不要跳过，不要错过。那么现在我们来讲解有关目前指数的一个环境解析。我们先看到左侧的一个图表，在左侧图表当中，我们会看到市场呢在走一个三角收敛的一个状况。我们会看到市场在走一个三角形的收敛状况，这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之前，我们不管是这一次股价上涨来到了神奇九转，提醒过风险；这一次股价上涨来到神奇九转，提醒过风险。那么这一次呢，市场又再次上涨，它没有出现神奇九转，但是我们依旧呢提醒了风险。所以之前的这3个高点，在2025年我们年尾的12月份、11月份的视频当中，其实都提过了这些风险的一些高点规避的信号。而后市场呢也确实都产生了一些回调，所以对于九转信号呢，我们近期也是讲的比较多。那这一次股价的上涨，它没有形成九转，我们能够确定什么东西？就是市场的多方在走弱。在本周的周一的公开频道的直播当中，其实阿哲有讲过，一旦这一波股价上涨没有形成九，它其实就说明了上涨它不如之前的这么强势。虽然上涨到了九会有一个衰竭的卖点，但是一旦上涨够不到这个九，就说明这个上涨它不止不衰竭，它都没有到那个衰竭的标准，这个多方是弱势的。当下呢，多方走弱的过程当中，你要去注意它这一波的下跌会不会受之前的上行趋势线三角形的下沿受它支撑。如果这一波下跌能够在这里有支撑，那么下周周初的时候，那么下一个交易日它应该出现反弹现象，而这个反弹它的目标就是前方这一个下沿，那么就是前方这一个下降趋势线，那么也就是说它会走一个三角形收敛，继续的收集。而如果多方确实走弱，空方反而还能够借此变强，那么这一个下降趋势线应该无法挡住，那么市场很容易去破位，那么趋势呢就会进一步的走坏。所以这是一个之前讲过的一个观察角度，大家依旧呢可以去观察，依旧可以这么去看。如果市场的多方还不至于说那么穷途末路，那么在下一个交易日应该市场会产生止跌动作或者说反弹行为。而我们再看到标普的表现，什么叫做标普的光头鹰？我们是有提过这方面的一个知识点。我们先看到标普的一个月线图表，目前所看的是标普的月线图，在上一个月11月份的时候，它是一根阴线，而这个月 K 线的阴线呢，它是一个关头阴线，
什么叫关头阴？其实就是它的最高价和它的开盘价都是同一个数值的 K 线，并且是根阴线，所以它是个关头阴线。当时11月份它的最高点是6882.32，那么它的开盘价也是6882.32，所以就构成了关头阴线。那么关头阴线有哪些危害呢？首先，它的最高价，也就是开盘和最高相等的价格，它就是一个强压力区。这个压力线啊，它如果不能被突破，那么往往说明市场呢开始走弱。而一旦市场跌破它的低点，那么市场趋势在月线上就会走坏。往往市场在连续的上涨当中出现了这种关头阴线，你应该去卖股票，而不能够再随便的去加仓了。好，我们举之前的一些案例，现在你所看到的头上标的这种十字符号的都是关头阴线，就它们的一个开盘和最高都是相等的。我们要谨防一种现象，就是股价已经涨了一波了，好，出现关头阴线，这种是比较恐慌，容易吓到人的。像前期这里市场下跌时出现，特别前面是大跌之后啊，它这种关头阴线反而就一般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特别是它后续没有跌破它的低点，还快速的能够把它的高点给吃掉，还是很有强势的吃掉，这种反而是一些衰竭的下跌的底部趋势、底部行情。所以关头阴呢，有时候能够让你找到一些买入机会，有时候呢可以让你去卖到一些高位。好，那么当时这个地方也出现关头阴了，那前面涨了一波出现关头阴，你应该减仓。好，减完之后，你发现它不跌，反而突破，反而转为支撑了。那么后续呢，再去做它的再次的布局。当你发现市场走出强势的一个上涨，而后啊，这可是月线啊，涨了那么久了，涨了1年多了，好，出现了一个关头阴线，后续不突破它的高点，还跌破它的低点，并且跌破之后呢有压力，那你要注意了，在中长期来讲，这种月线关头阴后确认下跌的行情，一般引发了熊市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哪怕是小幅度的股价不突破高点，跌破低点，月线产生这种回调，哪怕它只是3个月的回调，也足够让你亏损累累。所以一旦出现月线光头阴，一定要小心。那么短线上呢，你可以不用管它，但中长线投资者一定要注意。上个月市场依旧冲高回落，没有突破光头阴的高点，确认了它的压力有效，那么你要小心，未来在2026年出现跌破它的低点，而后光头阴产生压力的话，那么市场将会产生不小的调整。那么很有可能再小的调整，月线上它哪怕只是跌3个月，也够你受的。所以这个地方是要小心的。然后关头阴的高点不被吃掉，不被有效突破，那么月线的风险就一直存在。那么作为中长期投资者，在这个附近你就不要瞎操作啊，不要乱去买，也应该是以减仓为主。同时的，我们可以看到周线上的标普其实也有出现关头阴线。而这个关头阴线呢，它在周线上是出现过1周的突破，但突破之后快速跌回来，而且跌的力度比较强啊，把上一周的低点都给跌破了，所以这个地方还不是一个有效的突破。所以一旦出现头阴线产生了，那么小心，不管是周线还是月线都要注意它的风险。而一旦它还不能突破，快速的下跌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所以每一个关头阴线产生，你就要去注意了，它能不能够快速的突破它的高点。如果可以，反而说明是机会；如果能够快速1-2周啊，快速突破，反而是机会。那么像现在月线不能突破，周线呢徘徊了好几周都不能够有效突破，这种情况下说明压力有效，那么它的危险性是不小的。所以当前通过标普、通过关头阴线的观察，以及呢纳斯达克指数目前上涨久的未完全，那么可以看出目前美股的多头在中期、长期是走弱了，有点风险了。短线上呢，只能说先看看反弹，但是大的角度来看是不太好的，所以这一点你要小心，在2026年这是一个风险点。而后呢，我们再看到第二部分叫缺口的跟踪。现在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图表的日线图，那么图中呢有一些色块，它就是市场的一个跳空缺口。跳空缺口它有2种，一种是向上的跳空，一种是向下的跳空啊，为粉色和蓝色的一个区别。那近期的行情走势，它出现了一个向上的一个跳空缺口，而后又出现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过怎么去观察缺口的一个多空角度。如果是多方强势的市场，它的表现在于向上跳空缺口它不会去回补，或者说回补之后呢，会立马有多方的力量产生。而向下的跳空缺口，它在出现之后啊，会快速的被回补，而后回补之后没有什么空方的力量产生。所以之前的市场强势的多头行情之下，你会发现一有下跳缺口，立马就见到了一个低点，是吧？有下跳缺口就见低点，有下跳的缺口就见低点。
而这种缺口基本上不止见低点，快速还会把它给吃掉，所以这种就是多方强势的一个市场。那么它的向上跳空缺口一跳空，后续哪怕回补，它一补它也会成为一个低点，要么就不补，要么一补就立马有多方的力量去抄底，所以这种都是多方强势的一个表现。那么近期你会看到是市场开始出现了补掉下方缺口，而上方缺口呢并不回补，所以当前顶上有两个缺口没有被快速的回补，所以这两个呢就会成为一个压力，而下方的一个上跳缺口被快速回补，而后你要关注下一个交易日以及下周它所出现的多方力量强还是不强，如果够强，它应该快速去回补上方的一个缺口，如果补完下缺口快速补上缺口，而后力度回落是不强的，那么我们可以后续慢慢的往上去看，它的三角形收敛会往上突破的概率会极大。反之呢，如果多方走弱会怎么算？就是价格走势可能这里会有多方力量反攻一下，但是飘带反而是一个压力，市场受压反而回落，依旧无法去补这个下跳的缺口。所以当前怎么去看待多方的力量？用缺口的角度就是，如果它要走强，在下一个交易日它补完这个缺口，就它已经补完了，好，那么下一个交易日它应该有立马的多方出现，这里应该立马有个低点，后续产生反弹再关注力度够强，把上方缺口给补掉，好，多方呢就还有利可图，那么多空之间的悬殊就不大，那么多空呢还是平衡震荡为主。而什么情况下说明多方真的弱到极致弱到爆呢？就是补了缺口之后，下周或者说下一个交易日只是略微的止跌，只是略微的小阳线，而后略微反弹就受阻下跌，这种是超级弱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做多的同学，你之前高位去减仓的同学就不要随便去买进了。我们非常担心的就是你之前卖出在高点，中途就买进了，而后就又被套了，后续能够反弹上来呢，你还能够解套，但如果下次反弹力度不够呢，你在高位你说阿哲我听你的减仓了，好，那中途一不小心又提前买进了，那后续它要是多方真的很弱，这次不反弹了，这次反弹更弱了，股价下跌了，那你是不是又被套住了？那你之前的高位就白卖了。前期高点能够减仓的同学，下跌时不要轻易的去买入去抄底，或者说你可以去买，但只能买短线，以及呢仓位不要重，千万不要说我高位刚卖，跌没几天我又想去抄底去买进美股的一个低点了，想要又去博弈它的止跌反弹能够再次上涨了，没有必要。所以目前的市场就是看一下下次它的补了缺口或者多方力量，补完这一个上跳缺口，多方力量如果够强，它应该会把上方的向下跳空缺口补掉，那么多空之间就还有得玩，否则这一个补完缺口后的反弹是弱的，股价还有下跌空间，就小心了。所以你会看到的是多方强势的市场都是如此，它的缺口要么不去碰它，就要么一补完之后它的向上力度是很强的，就一补这个缺口多方的力量是很强的，甚至可以直接跳空的，就一补这个缺口隔没几天又跳空了，所以一补这个缺口就立马第二天就强势的反弹了，飘带是完全没有压力的，就一出现缺口立马下缺口就给补掉了，那上缺口一出现呢它是不补的，所以这种才是多方强势，而目前是补了的，那么补完之后呢要有反馈，之前这个缺口补完之后它有反馈还可以，就勉勉强强说得过去，现在补完之后如果很弱，那么还有下跌空间，补完要反弹强势才说明这里暂时能够看个止跌，甚至还有机会补上方缺口。所以当下我们先看一下它下面的那一个多方力量是有多么强，不强则不要乱抄底，够强才去后面找机会。那么以上就是对于标普的光头阴线和缺口的跟踪，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观点的复述以及呢知识点的学习，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点上您的宝贵的小红心，点上一个赞。当然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您新年第一句评论，那么阿哲看到呢会非常的开心和高兴，感谢您的评论以及建议。当然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学习阿哲的内容和技术分析，那么阿哲也希望如果您感觉有帮助有收获，也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成为阿哲讲技术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同时你也可以点开全部铃铛，那么点开全部铃铛之后啊，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您就可以及时的收到，阿哲一更新会发通知给您，当然您必须要点开全部铃铛才可以，不点的话呢，阿哲更新之后您可能收不到通知，
啊，所以点开铃铛就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和观点。感谢您的点赞、评论和支持。那如果您是新订阅同学，那么阿哲同时在新年新气象，那么阿哲在新年也会送上我们的双重好礼，只要订阅频道，那么就会有双重福利。那么像第一个福利就是阿哲平时呢所经常用到的一个趋势类指标，叫彩虹带。那么这个指标呢，我们也会在第3部分讲到它的使用技巧。这双重福利怎么去领取呢？阿哲稍后会告诉大家。我们先来学习一下有关市场当中目前所出现的15分钟的下跌趋势是怎么去分析，以及如何提前能够得知的。那么现在我们所看的就是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的一个图表，在图表当中您就可以看到阿哲的这一个彩虹带的一个指标。那么这一个指标我们是如何能够，那么这个指标在订阅阿哲之后您就可以去激活使用。那究竟怎么去用呢？以及目前怎么分析趋势呢？我们可以看到彩虹带其实很简单，它就是2种颜色的飘带。如果是黄色带，说明是中短期本图表当中的下跌趋势；如果是一个紫色带，那么说明它是一个中短期本级别图表的一个上升趋势。好，那么以此为界定，您就会知道这一波股价是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本级别图表15分钟中短期的一个上升趋势，而当下的市场就处于一种长时间为黄色飘带本级别一个中短期的下跌的一个趋势，所以趋势呢就一目了然。只是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方法规避一个东西，就是市场当中偶尔出现下跌行情时，它转为了紫色，是吧？中途偶尔会转为紫色，那么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去规避？依旧知道它还是下跌趋势。那么偶尔在上涨途中呢，它还是一个紫色带，就是一个上升趋势，但它有时候会转黄色，我怎么知道它哪时候转黄色是真正的要转跌了？那哪时候转黄色呢？是一种错觉，是一种假现象，是一种砸盘呢？这些是我们在用这个指标时要去关注、要去注意的。那么其实这个并不困难。那比如说我们就用最近的这个行情做一个实战的讲解。在盘中出现了这一波股价的上涨时，它出现了突破这一个黄色带。黄色带呢，因为股价上涨而导致出现了一个由黄色转紫色的这种错觉假象。但是后续股价下跌呢，是被我们知道原来这一个地方只是一个诱多，它只是个反弹。那我怎么在盘中的时候能够得知？那么阿哲呢，在美股盘中当时这个价位的时候在财神频道其实发送了一些实战的一个技巧的使用。我们说过，一旦突破飘带转为紫色，你要确定2个东西：第一个，飘带会不会有支撑；第二个，飘带有支撑之后会不会有一个向上的新高成功的突破。所以当时这一波股价的转为紫色带，它往下去打这个飘带，它是没有明显的支撑的。好，打了飘带往上去走，它是没有新高的。所以没有这2个动作，就说明这个地方的飘带转变的颜色它不像这种趋势强劲的表现。那么通过这一点，你可以分析出这里它只是一个反弹，它不是一个反转。而往往从飘带的下方上穿到飘带，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压力位，就是突破飘带的第1根 K 线和它的第2根 K 线，2根里面取高点，一般会形成一个压力。以此你可以界定下跌途中一些紫色带，它是一些错误的杂乱无章的信号。那股价上涨后的回调，它如果跌破飘带产生一些转黄的现象，我怎么知道这里是真是假？一样的，跌破飘带之后你先数 K 线，数1根，数2根，2根里面取低点，它将是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只要不破大概率这个飘带转为黄色，它不是转为下跌，就是一个深度洗盘而已。价格后续只要往上冲的时候飘带没有压力，价格还能新高，基本这里就还是一个上升趋势，每一次都是如此。所以当时阿哲在这个地方也提醒过，市场下跌破位了，跌破第1天，跌破第2根，跌破第1根，跌破第2根，是吧？找到支撑，股价向上，飘带没有压力，黄带没压力，股价能新高，这个地方就不是一个风险。那什么时候会有风险呢？价格走势又开始跌破飘带了，跌破的第1根，跌破的第2根，2根确实有支撑，但股价向上的时候不能够新高了。价格走势飘带呢也没支撑了，股价上涨它不能新高了，股价下跌它能够去破低点，破飘带了。当飘带能够不形成支撑，反复被跌破的此飘带时，趋势往往就容易改变，容易走弱。所以当时这些位置我们在15分钟盘中的时候都有去提醒怎么去用这个飘带去规避风险和找到机会。而市场的每一次的反弹，你只要出现了飘带的穿过去，你就数1根2根，2根里面有压力，这个压力不过，下方飘带不变颜色，
不转为支撑，那么所有的这种上涨都是15分钟下跌时的一个反弹。只有未来出现一个动作，就比如说前期的这种下跌后的上涨，股价上涨不上什么它突破了压力1根2根，能突破又怎么样呢？股价下跌反弹不能新高，股价下跌还是一个非支撑，反而能够直接跌破，这种就不是一个反转。只有出现股价上涨1根2根能突破，股价上行回落有支撑，而后破位2根有支撑，就是飘带依旧有支撑，股价能上涨新高。你只要确认了这些点，那么市场走势就开始转变，而后趋势转变，市场就延续上涨，直到市场再出现15分钟走弱。所以在日内的同学，你是可以看到这些去做短线上的一些交易和分析。当然在日线上个股上都可以这么去看。所以当下你可以这么去说，市场要转变，它得要往上去突破。当突破呢，有可能是一个诱多，我们需要飘带由黄色转紫色，价格回踩不破走新高，那么这个情况下就告诉我们初步止跌，日内出现反转，而后可以提前去买入多头，博弈后续由15分钟到日线级别的趋势反转延续，去博弈市场从15分钟到日线级别的趋势反转延续了。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彩虹带的一种应用方式，也是目前纳斯达克指数在15分钟出现了下跌趋势波段，只要它不改变这种下跌趋势波段，那么15分钟一直走弱，那日线级别就不要轻易的去抄底，不要轻易的觉得它有低点出现了。所以这是彩虹带上右侧的非常不错的一种提醒，在个股上还有在指数上都能够去用。如果目前你对于你手中个股的趋势还是不明确、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去看的，那么第一重福利您就可以认真的去进行一个体验了。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有一个小卡片，卡片当中呢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阿哲的助教，您可以点击后找到助教，那么跟他去领取一下3重订阅粉丝福利，而后把彩虹带激活体验。当然了，您也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置顶的评论有阿哲所发的一个链接，那也是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链接找到助教也行。那么第二重福利呢，是我们的盘前广播信息、盘前广播提示。阿哲在美股盘前一般会发一个长图，那目前所看的是其中的一部分，是指数部分。那么在12月29号时，阿哲的盘前广播其实就提醒过，市场的指数是背离的，而后黄 K 呢是超买的，那么指数方面是有所风险。标普处于上扬小顶，所以左侧应该高抛，右侧呢设防守位。那么当时在12月29号，是吧？我们在盘前也是不断的提醒，所以盘前广播是阿哲呢在每天盘前在 Telegram 当中都会去发的一个内容，只要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发。当然像今天休市，所以就没有。不过明天开盘前阿哲呢也会进行一个书写和发送。所以希望这个内容也可以对订阅粉丝同学能够有所帮助。而第3重福利呢，就是我们的知识课程了。如果您对技术分析感兴趣，订阅了阿哲，那么阿哲希望您在技术分析的学习上能够更上一层楼。我们在每周都会有不同样的一些课程体系给大家去进行分享和教学，基本也是不公开的内容，您只有订阅阿哲，找到助教报名才能够参与我们的一个课程。而我们每周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个主题，像最近2周我们讲的都是一个神奇九转的一个使用。那么对于这个指标，您如果不会用，但是又觉得它比较神奇，像近期的多次逃顶，我们也都是用到了神奇九转指标，但是你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它的冰山一角。那怎么能够学好九转，用好九转？我们在最近2周的课程当中讲了很多，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学习更加进阶的内容，订阅阿哲之后找到助教，可以跟他拿一下之前过往的一些内部课程的回放，以及后续您可以参加一些直播课程。希望以上内容3重福利能够对订阅同学有一些学习上的帮助。而我们现在看到第二部分和第3部分是个股解析。那第一次标的我们看到特斯拉，那么现在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那么最近特斯拉这张图表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市场呢在左高附近收压的时候，我们就有说过，它之前的一个规律就是它在面临左边高点，特别是那种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一些高点的时候，它要去打开空间，要去拉升。很多人呢在最近这里一直在往上看500的目标，600的目标，是吧？但其实我们没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就是你只要知道特斯拉之前的突破基本都是带量，而后有长阳，并且很多时候有跳空缺口，或者说它刚突破时可能没跳空，但第2天会跳空。就你知道这种动作之后你就会知道它真正要打开空间要飞起来的时候，它一般表现就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它就只出现了一个跳空，只突破了一个左边的小高点，到了左边的大高点时，它真的要打开空间拉升的话，它肯定不是只有3%的 K 线，3%的阳线。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着急的去加注去买过多的一个仓位，你可以等回调是吧，以及等突破都行。但是你不要在前高附近还未走出拉升信号之前去买太多，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了。最近的回调你就可以有所规避，甚至之前你在高点你觉得你不买可能就错过后续拉升的同学，你会发现现在你其实有更低的买入机会，那么你敢买吗？你可能又不敢买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平时做交易时经常受到一些困惑、一些问题，阿哲相信有很多同学应该都存在。在近期的特斯拉交易当中，可能是再次的暴露了某些同学交易系统上的一个缺陷和交易情绪上的不充分、不好的一点。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到市场当中的趋势，那么目前的特斯拉再次跌到了这个中轴线之下，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弱势区域，弱势区域跌破已经3天，这张走势到这里，它如果不能够快速止跌向上，回到上方的强势区间的话，它这里是一个很容易走弱的表现，要么是直接又来到之前这个下沿的支撑，要么是在这里走出震荡，但是这里是不太好的，因为它已经跌进来了。我们之前说过啊，就是它最好不要跌进来，它跌进来之后就不再像之前那么强势了，它要再走强啊，得要有再一次的明显的阳线止跌才行。那么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明显的一个买入信号呢？当前的特斯拉在趋势上、短线上又怎么去看待？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我们会看到最近走出了3根蓝色的 K 线，蓝色 K 线是阿哲的趋势交易系统当中的一种超跌或者说超卖的信号，而且是短线超跌、短线超卖的信号。结合它的彩虹带是紫色的，是上升趋势的。那么上升趋势有超跌的信号，一般来讲它是一种找买点的机会。我们看一下之前有没有这种类型，像曾经这里就不算啊，因为这里当时是个黄带了，黄带是下跌趋势出现的超跌啊，所以你只能说用中期以上的角度去看，但是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那么这种 K 线曾经有没有出现过？比如说这里算是一个，就股价呢是一个强势的上涨，而后呢回调时呢出现了蓝色 K 线，短线超跌。那么这种买点怎么买呢？我们希望的是把蓝 K 给突破，就是蓝 K 消失颜色，就蓝 K 消失了，然后有一根阳线把它给突破，如果能够站到飘带之上会更好。那么很多时候啊，你会再次把握到一波强势行情之后回调的再次买入的一个机会。而如果它是跌破飘带出现蓝 K 啊，而后反而受到黄带的压力啊，这种时候你就不要乱买了，这种蓝 K 股价呢可能还会下跌。所以市场在黄色带下的超跌信号啊，一般来讲效果一般啊，在紫色带上的超跌信号啊，效果会更好一些。好，那么以此呢，我们来去看到现在的一个行情走势，它是不是就处于一个所谓紫色强势上涨后的超跌信号？那么超跌要有买点，那买点是什么呢？有一个收盘价突破了昨天蓝 K 的高点，那么这一个 K 线最好是阳线。那么我们来看到昨天，那我们看到周三它的高点是 456.55， 所以当有一根阳线能够收盘突破这根 K 线的高点时，反包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市场能有一个短线的反弹。但因为它已经跌破飘带，所以它的趋势呢有可能面临一个改变。量能虽然是缩的，但确实也跌破飘带。跌破飘带，我们要数 K 线，数什么？数一根，数2根。那么这一根 K 线后的第2根 K 线就是2号 K 线。那么2根里面选一个偏低的低点作为支撑，那个支撑只要不破啊，就有可能是绝处逢生。因为股价对于飘带的跌破，它就是一种趋势的破坏啊，只要跌破飘带了，那不管之前走的多强，就说明是一种趋势破坏。趋势破坏之后要小心价格上涨不能新高，一旦股价破了飘带，上涨不能新高，那么后续就容易有新低没新高，这种就是强势趋势，是吧？特别是加速之后，你要所去当心的。很多时候市场强势时，它是不会去跌破飘带的，它就回踩飘带就止跌上涨了。跌破飘带时就已经是趋势走弱，股价反弹不能新高，你就知道要么走下跌趋势，是吧？要么走震荡，它就很难说走好了。所以趋势走出破位飘带，下一步你一定要关注它能不能新高。如果破位了飘带，飘带跌破了，这个时候一般它会有出现支撑，比如跌破的第1根和第2根，2根取偏低的有支撑。好，但是支撑归支撑，支撑后有蓝 K 也可以买，没问题。但买了之后你要注意一点，就左边的高点要被突破的。如果突破蓝 K 买了能赚钱，但是它却过不了黄带或紫带变黄带转为压力，而它过不了新高，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2次的出货。那么这种时候你只能做短线，不能够再看市场的趋势的延续。所以市场一跌破飘带呢，就属于
我们所说的趋势改变了。那么改变之后呢，它有时候会有绝处逢生的买点，就是砸盘之后的大的低点买点。但买了之后，如果它不能走强，不能快速新高啊，正常这个地方就是二次的卖点，就是它反而是一个风险，不是一个机会。每次破飘带都要小心。我们看到目前它也破飘带了，那么一旦有买点可以买，但你要知道，只能先看反弹，因为一旦不能新高，一旦飘带呢产生压力，都是再次的二次出货、二次卖出的一个机会。但是超跌反弹是大概率事件，至少从短期近期来看，这是特斯拉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个股票是 Meta 的走势依旧疲软，依旧比较弱，市场呢走出了一个仿包啊，缺口回补，感觉好像有要走强的现象，但第二天立马又走出了一个晕线，它不算很标准的晕线，因为它的低点有往下插的一个动作，所以这里呢还是一个震荡，就简单的一个仿包可能无法去启动了，它要把它作为一个箱体来去看，它得要有明显的阳线，把整个箱体的高点都给突破，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才会更加易启动，否则这个地方不停的有这种负阴线出现，不停的这种冲高回落出现，这个地方的力度是比较弱的。价格走势之前其实有一个买点比较好，回调之后有一个蓝 K 突破，我们当时也提到过这个买点，盘前广播时有讲过这个买入机会，但买了之后你会发现，本来我想做回调买了之后能够新高的，你回调买了之后你走震荡走弱啊，这个时候你就只能先高抛先离场，然后呢看一下它这里能不能够去走出上行，如果不能的话啊，它这里可能就是这么走，是吧？它可能就要再打这个低点，然后再去找机会了。所以我们要预防这种动作啊。那么这个上涨你只能先离场啊，做一个小波段啊，做一个小小的行情。后续真的要打开大的行情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Meta 能不能够站到170日线之上啊，回踩不破，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比较不错的一个机会。因为那样的话空间才会打开，它就不至于像前期这样子，股价涨上来了，出现一个九转啊，出现一个8OK 线是个关头阴线啊，就立马走下跌啊，所以它要先打开空间，我们才看得更远，否则在这下面啊，随时一有风吹草动，可能就不太好拿股票了。那么这是 Meta 我们的一个分析。那目前 Meta 的一个行情走势啊有点偏弱，后面呢可能阿哲就不把它放到第二部分了，我们放到第三部分，到时候第二部分呢换其他的个股。后讲一下 Meta 的这个下沿支撑是652.16，一旦跌破也算是趋势再次的一个走弱。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那对于英伟达，我们前期有画了一个关键的颈线位，那么对于这个价位啊，最近出现了一个突破，我们说突破大概率是有效，但你最好还是回踩确认一下，当前就是回踩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震荡的过程。那么在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了，不要随便的在震荡时以为有下影线，以为有高开就去买股票，因为震荡行情本就是如此，一走强就可能反向，一走弱可能就反向，所以震荡行情一般需要有明确的信号出现时，你再去进行一个买入会更好，否则你不知道它会震到什么时候。那么这个信号最好呢是对于阴线，对于之前下跌 K 线的一个明确强势的反包，那目前是没有这种反包 K 线的，它要么下跌收阳线，要么上涨高开收阴线，所以当前还不行，整体还是震荡，还是偏弱，所以要预防它这一次回踩时再次跌破这个颈线位，所以目前你只能做左边反弹的高抛，不能随便再去低吸。我们看一下怎么样能构成底下的支撑的低吸点呢？我们来看到英伟达的彩虹带，目前呢我们看到市场之前的英伟达它是出现一个下跌，就是它曾经其实也破位，一旦破位了，你要知道这里就是一个什么动作啊？趋势的破坏，趋势破坏之后啊，你要看一下2天里面选偏低的是支撑，就是只要支撑不破，就还有救，就有可能绝处逢生。就特斯拉目前有可能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找买点，就突破蓝 K 是吧？一突破可以做短线买点。好，突破之后啊，还能新高，这个地方没有问题，它是砸盘。好，那有问题的是哪里呢？之前这个地方跌破了，好，跌破之后股价向上给到反弹的机会，但是向上之后又快速的跌破，你就知道了这个高点和这个高点在降低，这种就是一个风险的信号。好，后续股价呢，一旦过飘带就是压力，到飘带就是压力。好，最近往上突破，突破的1根，突破2根，是吧？它是一个压力。那么压力目前没有有效的突破，走了一个震荡。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一个动作，它能不能够回踩飘带有支撑，向上能有新高？如果构成这种节奏和后续的路径，那么这里是个反转。否则，如果无法去有效新高，回踩有一个支撑，但是反弹不能新高，亦或者是回踩就没支撑啊，直接跌破，
这种都属于目前这一波上涨还是反弹的定义，所以一个趋势形成没有那么容易反转，那么黄色带一旦形成，它也没有那么容易转变趋势。当下只能说有上升趋势的可能雏形，但完全无法去确定，只能说有雏形而已。目前市场有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那么这里就是一个支撑加上飘带的支撑，所以这里有强支撑，价格往下走的时候，它就应该在这里有止跌锚机会，这是建立在多方趋势形成的角度去看的。如果这个动作没有形成支撑，而是直接跌破，那么空方依旧占优，所以这个是我们根据市场动作而去提前的做一些策略的制定。好，所以当下我们要注意飘带的上沿是183.596，飘带的下沿是181.101，关注这个支撑区。以上就是第二部分特斯拉、Meta、英伟达三只标的的解析。那么下一部分我们看到第三节是有关于其他个股的分析。那么第三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谷歌。当前我们所看的是谷歌的一个图表。那么谷歌最近其实也是走了一个趋势的破坏。大家为什么要去激活彩虹带的使用呢？你就可以看一下你的股票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像谷歌之前这里是不是也跌破飘带，就跌破一根两根它就止跌了啊，然后能够新高，那这就是没有问题的，趋势没有被破坏，还是上升趋势，没有那么容易走成空方。好，股价正常的回调呢，就是回到趋势带里面，然后呢，这种就不是趋势破坏，是正常回调。这只要止跌，那么我们就依旧能够看新高。好，价格走势最近啊，它出现了一个回调，回调时呢，高位啊是一个黄 K 的滞涨信号，这个超买信号，价格回落跌破飘带，这是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的第二根，好，两根取偏低的，是不是又有支撑？好，首先第一步，它这里至少有支撑，没有什么问题。这波下跌还在砸盘的范围，好，价格砸盘，然后有运线上破，这个地方可以博弈绝处逢生，绝处逢生之后啊，最近有点问题，就如果这里呢一波上啊，快速的能够新高，那这里趋势其实依旧没有什么问题，依旧能够看后续的空间打开。但现在它就是反弹到一半走震荡，震荡的时候有黄 K， 黄 K 就跟之前一样是波段的滞涨，这里受制于左边的 K 线这阴线的下跌套牢的一个问题，所以导致了滞涨。好，这个时候又是转为了黄带，我们就要小心，黄带如果确实有压力，这里的滞涨后它的反馈是明显强烈的，那么就要小心了，它这里可能是趋势破坏，后续要走一个至少中期震荡或者说下跌，就比较风险。所以目前如果你没有激活彩虹带的，在右上角可以找到朱老师，可以去激活弹出的小卡片当中就有朱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之后可以去激活这个彩虹带。那黄 K 线目前消失了，那消失之后呢，我们要注意它是一个箱体，这个箱体要被阴线跌破，如果跌破这个风险就很明确，哪怕现在还没跌破，你之前所做的反弹已经开始要减仓，是吧？已经不能够持股不动了。我们只有在它往上再去突破这些黄 K 的高点区间时，才能够往上去看前高的部分，看下一个目标。现在就不行，现在只能说有风险，风险目前开始要释放了，看它释放的力度。如果直接止跌启动上涨，继续加仓，继续看涨，否则一根阴线跌破，飘带撑不住，那么往下就要看新低了。看到飘带的下沿和 K 线的箱体下沿其实差不多，那么这里是313.092，所以这里如果被收阴跌破，那么就往下要看一个衰竭了，风险了。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我们再看到甲骨文，甲骨文一眼过去是什么状态？是一个弱势的下跌趋势，而且非常的流畅，价格每次的超跌后的上涨都无法新高，都是反弹，不管是9的超跌啊，白黑的超跌啊，还是钻石超跌啊，都只能是反弹，不是反转。所以价格走势在黄色带下，不要随便看反转。我们看反转的人看的低点，每次都想去做反转，你会发现每次都是你受伤，做到反转的概率是极少极少的。当前它依旧只是蓝 K 突破的一个反弹，反弹之后呢，有收了黄 K， 有收了下跌 K 线，跌破飘带，那么这里就依旧看风险。那么飘带的下沿目前已经被收盘跌破了，所以很明确的右侧的风险，目前的下沿是195.554，所以这个地方小心了，开始释放风险，看一下力度怎么样。这里构成了之前超跌反弹的一个获利兑现的点。下一只个股看到 MSTR 啊，也一样，一眼过去黄飘带，股价就容易走下跌趋势。那么下跌趋势下，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啊，至少做多的同学没有必要看这种股票。这种股票呢，当下还是一个连续的阴线，连续的走弱，不出现明确的反转之前，不要随便看它反转，不要随便的去左侧抄底。那么哪怕抄底，也不要用太多仓位。所以当下呢，还在走下跌的九转，是吧？走到4号 K 线了。
只要飘带不破，还是黄飘带。中股票做多呢，你就是在做地狱难度的一个游戏，你在玩一个地狱难度的游戏。所以我们做多的同学找紫飘带为主，黄飘带呢不要随便找，黄飘带哪怕看到了也只能做反弹啊，超跌反弹。目前它的一个黄飘带的下沿是 163.867， 作为弱势的反弹压力。而后呢，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微软。微软的话，当前震荡啊，从黄飘带震到了一颗紫色飘带，所以它是用震荡去进行走了一个下跌的空间，以时间换取了空间。目前也是出现了黄 K， 黄 K 消失有破位现象，目前有止带，看有没有支撑。这里的突破还不能说它的力度很强，因为突破的时候啊，它是一根两根，就这个区间它是一个压力啊，它构成一个压力。所以当前就是紫飘带不能破，股价向上要突破飘带，构成我们所说的上涨的一个反转结构，目前是还没有的。所以飘带的下沿看到 482.913， 这根阴线力度还是有的，下跌放量，所以它是个倾盆大雨，小心直接破飘带。一破飘带，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还是反弹为主啊，依旧只能看反弹。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AVGO 博通，它其实就已经是很明确的破坏趋势了，就是如果趋势没有破坏而走上涨的话，它的特点一般来讲就是170呢是向上的，就这种肯定是大趋势向上的结构。然后中短期趋势呢，它的特征就是破两根就止跌，破两根就止跌，然后股价能新高，是吧？它不创新低还能新高，股价只要破两根就能够止跌，然后股价呢，这个跌破的时候跌破一根啊，两根就止跌，就它无法在这个飘带下待太久。就多方强势的市场，就是它的股价无法在飘带下待太久，价格走势就很容易能够再有新高，就哪怕偶尔有滞涨，是吧？这些地方都有一些超买的 K 线、超买的 K 线、超买的 K 线，这偶尔有滞涨下来之后，它能够新高。但最近有点不一样啊，最近在飘带下待太久了，它之前跌破飘带，这低点就是支撑，就一破飘带低点就是支撑，价格走势就是能新高。但现在不一样了，跌破飘带，第一根、第二根还在跌破。所以这里就说明它的下跌力度超出了寻常的力度，而股价呢上涨时飘带转为了黄色，是不是开始有压力反馈？这波反弹到这里有一个黄 K， 说明它是一个滞涨信号、超买的信号，再出现一个阴线，倾盆大雨，所以目前是信号确认，股价呢这里有可能是一个反弹的高点。那么价格走势，它这一波反弹不能新高，那么就不是绝处逢生，是趋势的下跌反转。看到飘带的下沿它是 352.769， 所以当前这里呢是个压力，它要走为强势，那么它就不能够再破这个低点了，它要往上走，破两根，破完两根回踩有支撑，而后看趋势的新高，不构成这个路径。如果没有这个路径，你只能做反弹，你只能看到弱势，就只能出现这种路径之后啊，再去看右侧的上行，不然在此之前啊，你只能做反弹。所以趋势一旦改变了，要再回来就没有那么容易，这是右侧的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看法，但是也是比较安全，也是阿哲认为呢适合大部分投资者的一种分析的方案。所以我们最近的行情解析当中一直在用右侧交易来去告知大家。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MD， 那么现在我们所看的是 AMD 的图表，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呢其实有这个钻石加蓝 K， 是吧？这种是超跌信号当中非常强势的共振信号。好，钻石加蓝 K 共振超跌，股价都只是反弹，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黄色带，就比较弱势。黄色带要么走震荡，要么走下跌，而目前走的是一个收敛的震荡状态啊，低点在抬高，高点在降低，收敛，而且目前已经是快到极致了。目前飘带在收窄，而后价格的高低点也在密集，所以这里基本上下一根 K 线或者说下几根 K 线就会选方向。如果市场能够走出强阳线，把左边这个阴线突破掉，这个地方过一个高点压力回踩，只带有支撑，基本就能够看趋势的上涨。否则这个地方的压力如果还是有，价格的黄带它转为紫带也没有什么用，它只要往下跌不过高点就还是走下跌趋势。所以当前就关注一下，就最近呢已经要变化了 AMD， 因为它走收敛到一个极限的地方，就多空之间的均衡点已经到了，这里将选择方向。我们看到一个下沿，下沿呢是 213.405 上沿是 214.648， 股价看它是支撑住还是跌破继续成为压力。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HOD 就维持弱势的判定因为它一直没有反转的态势，股价走出黄色带之后呢，它之前是绝处逢生，跌破一根跌破两根，所以有低点支撑，有反包，有绝处逢生的买点机会，但不能新高，有黄 K 有跌破就小心了。正常黄带走势下
它转设之后啊，如果它突破一根、突破两根是压力，那基本上就是转空了。所以如果是多方趋势下，它这里就不应该是这么走的。所以你明白多头行情应该怎么走，空头行情应该怎么走，那么很多时候就很多问题能够解决。价格走势如果是空方的市场，那么突破的第一根、突破的第二根，是不是压力就来了？这里是压力，压力加九转跌得这么厉害，这个地方就还是空方的力量比较多。价格走势回落时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还能跌破就有问题，股价反弹有压力。多方强势不应该这样，就有问题。所以价格走势目前中短期是走弱的，你不能期待飘带呢有支撑了，你只能期待170有支撑。所以170的地方要关注有没有超跌的信号，就有没有九涨出现，有没有钻石出现，有没有超跌的蓝 K 白 K 出现。当然这个170附近一般是没有蓝 K 的，正常是白 K 为主。所以股价目前它呢离飘带还有一定距离，所以我们当下只能说看它超跌，但是反弹的概率不大，就还有空间是往170走的。这里哪怕还能反弹，它也就飘在下沿是120.356所以当下呢不强势。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APP 也开始有点破位了。之前呢回调有蓝 K 蓝 K 突破有新高，这都是正常的。但这一波不太正常了，股价下跌时它开始破飘带了。破飘带是第一根，而后下一个交易日是第二根，两根全偏低的是支撑，那个支撑点不能破，不破有仿包是吧？有超跌 K 线出现，仿包可以买，买了之后看新高，就这样子能够新高就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一般破飘带呢，要么给你大机会，要么就告诉你趋势变坏了，就要小心了。所以当前看一下破飘带之后，它能不能够产生机会吧？如果是一个多方强势的行情，破两根就有支撑了，是吧？像前面这里跌破一根、跌破两根就有支撑。股价呢，如果转空的话，它的特点就是突破一根、突破两根有压力。所以多空之间的变化，之前是空方占优，目前看一下能不能多方占优之前这里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还能突破，这里多方开始走强。好，股价回调呢不破上涨的新高，所以目前多方前面是占优的。这里跌破一根、跌破两根，那个支撑是强支撑，正常按照之前的趋势来讲，这里 APP 也应该有一个绝处逢生买点，是大概率事件。所以 APP 呢，阿哲依旧标记的是一个绿色块，波段看涨。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ircle 的话一直在走一个超跌白 K 之后的震荡，目前震了好久没有什么意思。这种震荡行情一般出现信号就不要太过于在意，我们需要等一个很明确的 K 线才行。当下就是有超跌的 K 线，有超跌 K 线，但是没有仿包 K 线，没有确认 K 线，所以左侧有超跌，但右侧没止跌，那么就再看看蓝 K 出现，等一个仿包蓝 K 才能看个反弹。因为目前它走一个区间，所以蓝 K 出现仿包，你可以看它能够反弹补一下这个缺口，再看下跌震荡。真正要走强得要过很多个关卡，一个是飘带，一个是缺口，一个是上方的这个抛压。如果要往下呢简单了，股价只要跌破前面低点就行，是吧？飘在这里顺势下跌。所以 Circle 这个呢，多方走强有点难，空方走强比较简单。目前这种股票就是股价的一种强势的反弹，有点诱多的现象突破的第一根、突破第二根就有压力了，有压力跌破反弹还是有压力，跌破是吧？所以股价目前就是比较弱势就只能说看看。现在这个股我们看到 SMCI 一眼过去跟 MSCI 一样的，就是黄色带做多的同学谨慎选择，不要乱选。这种股票你去做做多，对于长线投资者有可能你做的是价值，中短线投资者呢做的是中长线趋势可能飘带就不太适合。但对于中线、中短线来看，是很不建议你把黄色带作为主做多的行情。就是你如果把你所有的仓位都去做一只黄色带下的中短线的多头，一般来讲你是在做一个地狱难度的一个关卡，就是你在闯关，别人选简单的，你选困难的，你非要证明你的技术比别人强，那么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如果真的很牛，你呢收益也会比较低。如果你的技术没有你说的那么牛，那么你还找一个地狱难度的，那么你不止没有收益，可能还会有亏损。所以正常中短线投资者看到黄色带的股票，并且是持续黄色带的，不要随便去买了。至少做多的同时，你得要看到它能够突破两根而后转带，并且后续股价有支撑才能够去看。所以 SMCI 作为多头来讲，只能说看着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OKLO 目前有蓝 K 有抄底信号，它是一个钻石钻石加蓝 K 就是绝佳的左侧共振。那么这个时候就等一个仿包，有仿包看超跌反弹，那么空间看到黄带下沿82.1
168，所以目前的 OKLO 呢，它属于一个趋势飘带附近产生的钻石信号，可以关注啊，因为只要是在飘带附近产生的这种钻石信号，它都有可能是一个中长线的底部行情，所以这个地方依旧可以看一下，最好有明确的一个反包阳线、反转 K 线产生，这个地方就有机会是170附近的黄金坑。我们看到下只股票 PLTR 的局势跟这个 APP 有点像啊，它是跌破了第一根是吧？所以依旧看2根，跌破1根，跌破2根，而后等反包看绝处逢生买点，后续能够新高就没问题，如果不能新高，那么市场方向就得看170的再次支撑了。之前也是打到170，股价呢止跌长下影，后续上涨是吧？下跌的9走一个上涨的9，目前市场是多方占优，因为它已经是突破了1根，突破2根啊，已经走了一个上涨的反转态势。这个走势目前是回调有蓝 K， 所以在这附近，阿哲认为机会也还是有的，多方可以关注这种股票。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oin 就下跌趋势，它呢是一个黄色带为主，做多的同学这种地方做多的一个价值不大，就你要做多，你只要找一些啊可能波段能够走一波的吧。之前这里呢是不是突破1根，突破2根还能继续破，就还能破，股价回调有蓝 K 有突破，这一波难道做的不开心吗？所以左侧你做这个地方啊，你说阿哲我买到这个低点了 291.46， 那这一段时间你不是很痛苦？那你做右侧的话，等到趋势反转啊，我之前呢做小仓位买入，轻轻松松的，股价回调到这个位置有蓝 K 有突破，我加仓做一个大波段，是吧？这一波行情股价不好嘛？快速是吧？简单，每天大阳线，到了9周卖掉，股价走势哪怕它不反转，但是它不影响你在这里做了一波右侧的上涨。而目前你所看的这很多是下跌啊，它都是干嘛呢？都是一些诱多，都是诱多。这种时候你要是投入很多资金，你赚的时候你没有跑，跌的时候把你赚的都亏了，所以很多时候抄底抄到这种地方就很累，就你买了之后很累，你知道吗？就哪怕你有钱赚，可能过一阵子你就很累了，所以这种股票你就只能先短线小仓位，等到明确的转势之后再博弈它可能出现的反转行情，那个时候哪怕不反转，它很多时候它的行情也会买到一些不错的点位。下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ore 位还是黄色带很弱势，之前超跌了也有涨，但是涨上来1根2根就是压力，是吧？突破1根啊，突破2根就是压力。所以中短线呢，你就看飘带，就飘带只要突破2根，这个还不能往上破了，基本上都不用看回踩，基本踩不住。所以突破2根有压力，基本踩不住。所以目前就还是空方趋势，只是它转为了震荡，是吧？因为多次超跌反弹还算 OK 的力度，所以走为了震荡，但是依旧只能做短线反弹罢了。而后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美光的走势，之前这种就是指带下的蓝 K， 然后超跌反弹绝处逢生，股价上涨能有新高，下跌有蓝 K 有新高，所以这些都没问题。那么这里为什么标的是灰色呢？因为它是一个超买 K 线啊，而后下跌，那么这里就看飘带的回踩了，正常回调就是飘带上沿 268.48， 所以这里呢看一个回踩回调。当然如果这一波回调它连左边的这个左一 K 线都不破，那么就更强，所以这个美光依旧强势看涨，只是呢最近有回调需求。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亚马逊就是转势但是没成功啊，价格突破1根突破2根，而后这里是个压力回踩不能跌破，而后新高再找机会，当下呢就还不行啊，但是它的整体趋势还 OK， 就是170还是 OK 的，170依旧是有支撑，170附近还是容易有低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170是走上升，而后中短期是下降等反转，目前也是收敛，在等待方向选择，一旦有个强阳突破，基本上方向就定了，那么这里就是中短线机会的底部启动行情，但如果还在往下震，那么就还在收敛，就还要等，目前就是超跌反弹获利兑现，等待明确的反转。而后我们看到 RKLB 也是我们最后一只标的，前面的这种回调到9是到170止跌，后续上涨时呢，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紫色带，然后这里是突破的第一天，突破第二天还能突破，股价上涨回调找买点，目前呢也是股价上涨回调，那么就找买点，那么股价的买点有吗？现在是没有的，因为它的阳线是比较弱的，阴线比较强，至少要等待超跌 K 线或者说这个反包阳线出现才行。标带的支撑66.618，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支撑位，如果在这附近能够止跌，那么就依旧还是强势看涨。以上就是1月1号阿哲今年第一期视频，感谢您的点赞、评论和订阅支持，感谢大家的一个喜欢。那么我们更多精彩内容下期再见，那么今天就先到此结束，拜拜。